上一讲谈到，朝廷为了一桩疑案闹得沸沸扬扬，起因呀很简单，反霍光团伙政变失败，桑弘羊之子桑谦逃掉了，投奔在父亲的老部下侯世吴的门下。终于桑谦被捕问罪，丢了性命，然后朝廷大赦，侯世吴借着这个机会出面自首。廷尉王平和少府徐仁联合审理，判决意见是桑谦并没有参与政变，只不过受了父亲桑弘羊的牵连而已，所以侯世吴藏匿桑谦，算不得藏匿反贼。既然天下大赦，那就一道赦免了侯世吴好了。问题来了，这个判决真的合理吗？这样一个判决意见听上去确实很是合情合理。再说桑谦反正已经被处决了，又何必难为侯世吴呢？但是侍御史核查案件给出了截然不同的意见，认为桑谦并不是无知妇孺，而是熟读儒家经典的精英知识分子，明知道父亲谋反却并不加以劝阻，那这样的话就和他亲自造反没区别了。再看侯世吴，他也不是无知百姓，而是当过300世官员的人，所以他决定藏匿罪犯和无知百姓藏匿普通从犯大大的不一样，绝对不可以赦免。所以除了案件必须重审之外，侍御史还顺道弹劾了廷尉王平和少府徐忍，说他们包庇犯罪。那么这个案子到底应当怎么判呢？那要理解这个案子，我们首先要注意侍御史判词里的一个法律术语守匿。这里的匿相当于窝藏、包庇，守的意思是主谋，也就是说侯世吴属于犯窝藏罪的主犯。东汉初年，梁统有一封很著名的奏章，建议朝廷不要把法律环境搞得太宽松了。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，梁统从刘邦约法3章开始，隶属西汉每一代君主的执法特点，其中提到武帝一朝正值中国隆盛时期，到处打仗，社会上乱得不成样了，所以重守匿之科，注知纵之律，不这样严刑峻法的话，坏人就抓不住。这样一看侯世吴触犯的正是守匿之科，这可是武帝严打的对象。而桑谦所触犯的刚巧符合知纵之律的法益。所谓知纵，就是见之故纵，明知道某人有罪，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对守匿之科既然格外重视，那么窝藏包庇罪的主犯就该适用重刑了。我们看《岳麓请简》的王律，虽然没提守匿这个词，但内容里边已经有这个意思了。犯有窝藏罪的人，户主受的惩罚最重。被窝藏的人犯的是什么罪，窝藏了他的户主就要同罪处罚。户主以外的家庭成员和本地的基层干部都要受到连带处罚，但家里的奴婢并不会因此受到牵连。如果对照汉律，我们看张家山汉简2年律令当中的王律要比秦律温和一些。首先不区分什么户主与否了，其次被窝藏的逃犯如果犯的是死罪，那么窝藏他的人并不和逃犯同罪，而是被判在脸上刺字，去服劳役。只有当逃犯所犯的是死罪以下的其他罪行，窝藏他的人才会和逃犯同罪处理。所以我们看到武帝时代重守匿之科，注知纵之律，不但回到秦律路线，甚至变本加厉。武帝元狩5年，开国元勋灌婴的后人林如侯灌贤被免去了爵位，罪名是作子伤人守匿，意思是说他的儿子打伤了人，他把儿子呢窝藏起来，所以按守匿治他的罪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父子亲情属于天伦，父亲包庇儿子，这在儒家看来绝对是天经地义的，但到了武帝这里，简直是铁面无私到了商鞅的程度，不是说他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了吗？事情很可能是这样的。武帝执政初期，对儒学的心气儿正高，社会呢也没有那么乱。那个时候判案也不是不可以借助儒家精神来软化冷冰冰的法律条文。张汤呼风唤雨的时候，朝廷每每有了争议不决的疑难案件，还会特意去找董仲舒，根据春秋大义给个参考意见。当时呢有一个案子是这样的，
某甲没有儿子，在路边呢捡了一个弃婴，收养下来，名叫某乙。某乙呀，长大成人，有一次杀了人，犯了罪，回家一五一十跟养父说了。某甲的做法是把某乙窝藏起来了。当然，案子破了，嫌犯都抓了，案情也很清晰，不存在疑点和争议。唯一的难题是不知道该把某甲定成什么罪。现在我们知道，如果根据2年律令当中的王律给某甲定罪，很简单，给他呢在脸上刺字，装他去服劳役也就是了。但董仲舒的看法不一样，他首先确定某甲和某乙的关系。这2个人虽然不是亲父子，但某甲把某乙从一个弃婴抚养成人，事实上已经构成了父子关系。当然，如果这只是董仲舒的个人态度，那就没有说服力了。所以董仲舒马上援引《诗经》当中的句子：明灵有子，果裸负之，直译过来就是明灵有儿子，土蜂背弃他。明灵啊是一种飞蛾，果裸是一种土蜂。古人呢观察到土蜂把飞蛾的幼虫扛到自己家去了，因为土蜂啊这是把飞蛾的幼虫收为养子，所以才有了明灵有子，果裸负之这个说法。其实土蜂啊没有那么好心肠，他之所以收养义子，是要拿他们来喂养自己的亲儿子。在法律问题的探讨上，援引诗歌当时一点都不荒唐，因为《诗经》属于儒家经典，而不是文学作品选集。既然《诗经》认可了明灵和果裸的父子关系，那么抚养关系就可以等同于血缘关系，这倒是符合人之常情的。今天我们也会说生恩不如养恩。某甲和某乙既然被确认了父子关系，那么下一步就该援引春秋大义了。董仲舒说啊，春秋之义，父为子隐，假谊密矣。意思是这样的，春秋有父为子隐的最高指示，父亲包庇儿子，天经地义，所以某甲窝藏某乙是应当的，不该判某甲的罪。董仲舒的意见提交上去，朝廷啊，真的就没给某甲定罪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某甲既然无罪，林如侯、冠贤也应该无罪才对呀。更何况冠贤的儿子只是伤了人，并没有像某乙那样犯下命案，凭什么冠贤就被判了个守逆，被一撸到底呢？这也许啊，只能解释为到底应用什么原则来判案，全看武帝的心意。如果社会还算平稳，犯罪的又只是普通百姓，那就不妨标榜一下儒家精神。但如果社会乱到了，作奸犯科的人太多，甚至到了盗贼横行的地步，那就必须严刑峻法。而且那些诸侯王和彻侯本来就是武帝的眼中钉，武帝对他们没事都要找事，何况真的有事呢？回闹侯史无案件，这个时候整个法律系统还在武帝晚年司法风格的惯性里边。更要命的是，这不是简单的窝藏案，背后是谋反大案，不搞扩大化就已经算是大慈大悲了。所以侯史无肯定在劫难逃。但问题是，侯史无案件的初审官员王平和徐仁逃得过去吗？徐仁呢，还有个身份，但是丞相田千秋的女婿。田千秋做了丞相之后，一直寡言少语，安心扮演一个吉祥物的角色。但这回女婿有难，他这老人家呀，也不得不下场发力了。田千秋真的急了，估计在霍光那里说不起话，所以在职以来第一次摆出了丞相派头，召集高官和不是官，在公车门开大会，讨论侯史无案到底应该怎么判。田千秋的想法应该是救女婿要从救侯史无入手，只要会议结论是维持初审判决，徐仁呢就有救了。料想霍光再怎么只手遮天，也不得不顺应公义吧。但田千秋这样操作，显然一是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，二是关心则乱。就算原先霍光有可能放过徐仁，这一来也必须让徐仁去死了。田千秋哪里想到，与会的这些官员看得懂霍光的意思，更犯不上为着侯史无和徐仁去得罪霍光，所以大家一致声讨侯史无罪大恶极。田千秋啊，没办法，只能硬着头皮整理会议纪要交了上去。霍光不但把徐仁、王平下狱审判，
还责怪田千秋擅自召开高层会议，导致脉内溢言，也就是人为制造内朝和外朝的矛盾。所谓内朝和外朝，这是武帝时代产生的区分。内朝也叫中朝，以大司马为首，下面有左右前后将军、侍中、常侍等等；外朝以丞相为首，下面是600石以上的朝廷官员，两边都是官，但外朝官相当于中央政府班子，内朝官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班子。皇帝看中了谁，就给他在原职之外加一个头衔，诸如侍中、中常侍之类的，这类头衔称为加官，从此他就可以进入皇宫，在皇帝身边办事了。霍光的头衔是大司马、大将军，以内朝领袖和摄政大臣的身份给侯世吴事件定了性，而田千秋的头衔是丞相，以外朝领袖的身份试图给侯世吴事件翻案。这就是霍光所谓脉内溢言，认为田千秋人为制造内朝和外朝的矛盾。现在朝典里边人人都知道，田千秋不但没能救出女婿，马上就要把自己也搭进去了。事情到底会怎样收场呢？我们下一讲再见。